上一期跟大家聊了关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然后这一期我也想干脆接着我们来聊聊孩子的教育，因为在年前我给大家推荐书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这本，就是陪孩子走过高中3年。当时我就说，干脆我们另外开一期来好好的聊一聊。一个是我看了这本书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作者北京的妈妈刘乘莲，我看了一下他出版的书，除了这本《陪孩子走过高中3年》，还有《陪孩子走过小学6年》，《陪孩子走过初中3年》，就是他这么多年跟孩子在一起的相处的点点滴滴和经验吧。我们都知道，出这样的书的妈妈，一定是孩子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啊，他这个书才能拥有读者，对吧？他的女儿呢，当年是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北大中文系，然后又在美国的某知名高校研究生也毕业了。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以前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优秀，非常的乖，很多家长就要来向你学习经验啊，说，哎，你怎么教育的呀？那么在倒推去看，就好像觉得你的教育方法都是对的。如果你的孩子表现得很一般，那大家倒推去看，就会觉得你的这个教育方法可能都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结果论。我觉得它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看了这本书之后啊，我尤其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每个人得到的果实是不一样的。记得那句话啊，你得到的如果是一颗苹果的种子，那么无论你怎么样浇水施肥，费尽心血，它也不会结出西瓜来，对吧？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先天的基因因素真的是占了起码一大半，决定了你的智商、性格、天赋还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家长的只要去做好我们该做的，结果就不要管它了。结果不一定是一样的，而且有可能天差地别啊。但只要我们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这颗果实培育好就行了。如果你的是一棵苹果树，那就让它结出脆甜的果实；如果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小草，那就让它在春天里尽量绿得饱满而健康，也是非常 OK 的。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的很多方法其实和作者都有相同之处，而且我的教育理念也是跟他非常一致的。但无疑我们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和这个作者也都是一样，从孩子出生就喜欢学习，做父母的那种类型，买了很多教育的书籍来学习啊，包括我像一有人推荐这样的书，我就要买来看一看，哎，看别的做得好的父母他们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方法是怎么样的，就是互相学习。但是确实不得不承认，孩子跟孩子也太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看教育的书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啊，总是要提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说他这样我具体应该怎么操作。但是呢，有些方式用在别人的孩子身上很有效，为什么用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就半点用都没有呢？为什么就觉得，哎呀，我不管我跟他用的同样的方法，为什么我看不到孩子的改变？所以说真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最了解他的人就是父母。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在学习别人的方法的同时呢，就一定要考虑到自己孩子的特性，要把觉得有效的方法，在自己去改变和摸索，和自己的孩子不停的磨合当中，再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方式。而且啊，我就说我们要抱着一个平和的心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哪怕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觉得已经做到90%、100%了，但是孩子也可能根本不会那么优秀。但是我觉得这就够了啊，只要我们做了。所以第一个就是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那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是特别适合孩子还小的父母啊，真的是要从小培养。这个作者的女儿也是从小就爱看书，而且阅读范围很广。我儿子也是整个小学阶段都很爱阅读。但是初中之后呢，学习压力大，作业量多，对于动作非常慢的他来说，每天包括每个周末写完家庭作业就非常不错了，仅剩一点点的休息时间，他就想用来打游戏放松。那当然我也随他了啊，因为这个放松的方式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儿子就是打游戏，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阅读了。那我们就只有用假期的时间看一点点书。但是这个作者的女儿她很优秀，她时间利用的非常好，效率也是很高，所以她在每天回家吃饭前这段时间、上厕所的时间、睡觉前的一点时间都有啊，都可以抓住各种碎片时间，愿意用来阅读。所以呢，这个作者他们在女儿繁忙的初中和高中，为了让她继续保持阅读的习惯，想了一些办法，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借鉴啊。比如说，他们把大部头的书换成报纸或者杂志，在家里就是四处摆放，餐桌上比如说放着这个《北京青年报》啊，吃饭前女儿就可以随手拿来阅读一下，哪怕阅读一小块的文章也是好的啊。厕所里啊，他们就放一些杂志啊，比如说这个《青年文摘》《读者》《国家地理》啊这些优秀的杂志，还有包括这个沙发扶手上、茶几上，随处可见这些东西。于是呢，孩子他就有这样的环境，有很多时间去阅读一些短小的好文章。
他的女儿应该是一个对文学和文字都非常有天赋的人，他从小就也是接触英语，而且英语学得很好。那么知道孩子在这一科上学得好，他就有自信，有了自信之后呢，他就更愿意学，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他后来也喜欢上英文原版书籍和看美剧啊。那这个孩子的英语成绩一直都是在班里名列前茅，高一的时候就托福考了106的高分。其实想想，我也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非常注重他的英语学习。3岁的时候只给他报了一个兴趣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外教机构的英语课堂。小学的时候我就跟一个韩国妈妈学习研究，让他读各种的原版英文书和看原版的美剧，就是各种引导吧，但是他不上道。后来我就慢慢的不得不承认，孩子在语言上确实没有多少天赋，一直就对外语不感兴趣啊。所以你给他推荐看的，包括陪他一起看，他也看不进去，听不进去。所以呢，英语学的也一直就一般般啊。那我也就不勉强了，引导过就好啊，尽力过就好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学习的就是他的补课和家教。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妈妈也跟我一样啊，就是尊重孩子的意见。孩子觉得不想补课，你就不给他安排补课啊。那我们孩子呢，是因为确实一直懒，从小到大他就坚决不补课，所以我就尊重他。那么你自己课堂的内容能消化就好。但是作者的孩子呢，他到了高一的时候到了初3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数学是弱项，他就主动要求妈妈说能不能给他补一下数学。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在网上去找那种大学生的家教啊。她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有一次挑了一个北京农大重点大学的本科的这么一个女学生来教她的女儿，费用也不贵，辅导她的学习，然后跟她女儿一起聊聊天，她就觉得非常的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儿就跟这个年轻的家庭教师就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包括后来这个本科生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他们都会一直交流一直建立着不错的友谊。他对他女儿的这个未来的规划和引导都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就觉得挑一个不错的这种年龄相仿的优秀的学生来作为家教，第一个是能够在学业上帮助孩子，还有一个是能够在情感上让他有一个好朋友一样的依赖和学习的榜样。我就觉得这个挺好。但是我看了这个以后，我还跟我儿子说，我说如果你有没有需要补的课程，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找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大几岁的这么样一个大哥哥啊，优秀的带带，你们还可以成为朋友，可以交流很多学习以外的事情。但我儿子还是坚决反对，那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所以孩子愿意请家教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第3点就是提前制定计划啊，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对孩子非常有帮助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女儿呢，首先肯定骨子里就有自律的基因，然后她是有一次看到爸爸做什么事情都爱做计划，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周末我要怎么过，我8点15起床，然后8点15到9点之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10点到11点之间我要把哪一科作业写完11点到12点之间，就是把这个计划做好，他一天会过得非常充实，而学习效率会特别的高然后作者就觉得女儿在学习爸爸的过程当中也制定了计划之后，他就发现事半功倍然后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很有目标，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引导他做一些再长远一些的计划比如说这个学期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一年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孩子也觉得很受益，所以他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对他的学习生活受益匪浅。第5点是我们大人要做的，就是和孩子的沟通。如果你要跟孩子沟通好，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家还是挺好的，就是我儿子一直都非常喜欢跟我沟通。以前住校的时候，每周5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跟我俩在一块儿，我们俩聊3个小时，从班里的细碎的事情，从老师到同学到八卦我们俩可以聊2-3个小时不停。那么这个作者给我们总结了，如果你跟孩子沟通不好，你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大耳朵小嘴巴，就是怎么说呢？多听，多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引导孩子去说他想说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当一个倾听者，一定要少说教不用他每说一件事情，你就要给他评价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你这个怎么样的也不用说去给他讲一些大道理我们就是以一种平等的关系，一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来交流，这样孩子就愿意跟你沟通。第8点就是作者建议妈妈们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的情绪是会让整个家庭的氛围不一样的我们要保持给孩子在这么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保持家里有一个好的氛围。那么有一点大家不容易做到，就是妈妈可能会过度的去关注孩子，围着孩子转。包括这个作者本身也是，他在高2的时候，他觉得孩子的学习紧张了，他应该辞职在家里围着孩子转，所以他那年就辞职了。他辞职之后，他发现他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研究他的一日3餐帮助他该怎么学习，之后孩子反而很不舒服，然后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自己也觉得累。
最后搞得家里的氛围反而不好了。所以他就建议这个妈妈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情，不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孩子身上，给他也是造成压力。孩子这么大了，其实我们只需要把他的生活照顾好，不用无时无刻都在关注他。包括他讲到这个高三的时候哈，有些妈妈就是想到孩子的学习紧张，然后高三对他的过分的特别的关注，给他一些特别的待遇，比如说要把他的餐食做成什么样子，每顿要多少种水果，要吃什么样的维生素。他说他们家就是完全平常心对待你只是一个高三的学生，跟我们一样，你不是什么皇帝，不是什么宝贝平常心对待，反而能让孩子有个轻松的氛围，不会给他过大的压力。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在孩子的面前夸他的老师，因为孩子喜欢他的老师与否，就决定着他学习这一科能不能学习好。如果孩子回来在我们面前抱怨他哪个老师不好，他听不进去，我们就要帮他去多发现老师身上的优点。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做得很好，就是说她从高一开家长会的时候接触她的所有科任老师，她都会回来跟女儿聊聊他们身上的优点。比如说这个老师说话非常的慢，她女儿说听他的课容易发困，她就说我观察到你们这个老师他说话非常的有条理，很能抓重点。他说话慢可能是因为他思考的多，然后他的女儿就会因为他说这些话去观察老师，观察到老师上的优点，他就会慢慢欣赏他。其实一个孩子他只有在欣赏自己的老师之后，他才能把这一科学好。所以我们很多家长有时候可能会这一点做得不好在孩子面前听孩子抱怨哪个老师不好，他就觉得不好甚至还会去找班主任说能不能把这个老师换掉这个负面情绪越重呢，孩子也随之越来越不喜欢这个老师，他就会对这一科的学习有抵触情绪但是我们不可能保证孩子的每科老师都是非常好的，对吧？所以只有靠我们去往正向的方向去引导。还有一点是初中高中的孩子的家长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恋爱的问题这个妈妈就说了，恋爱不是洪水猛兽。你们看她这么优秀的女儿这么爱学习的一个女儿，在高二的时候也谈了一场恋爱，她没有去强行的阻止她。这也是我早就跟我老公我们俩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恋爱这个东西你不能去硬性的阻止，越阻止它越猛烈，而且最终的结果也许就是他从这个明面上转到了地下而已。然后他妈妈只是适当的引导他说，喜欢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影响学习，而且要正确的去保护自己。然后他就默默的关注女儿这一段感情的发展。后来呢，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发生了一些裂痕，分开了，女儿还受了情伤。然后妈妈就尽到自己的责任，去安抚女儿，尽量让她从这个情绪当中走出来，让她感受到最终还是要做好自己，让自己更优秀了，才能遇到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向的引导。还有一章他专门拿一章来写了不要谈网色变，因为他的女儿是2011年参加了高考，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只是互联网盛行，用电脑，家里用电脑上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家长就是觉得不能让孩子碰网络，不能碰电脑，因为他要沉迷于此。那这个妈妈她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他觉得不能隔绝，就是不能完全的去阻止孩子跟网络的联系，因为网络计算机它除了玩，它还有很多的用处，一个是社交，对吧？还有一个是获取资讯和信息，包括我们现在的手机也是。所以我为什么从高中之后就让我儿子周末实现了手机自由？因为第一个我还是觉得他在周末自己写作业的时候有自觉性如果完全没有自觉性的孩子就是另当别论了。第二个我是觉得手机是现在孩子社交的一个主要工具不管他上网浏览，把它当成学习用具，找一些资讯，还是说他玩游戏聊天，都是有需求。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社交的需求。如果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处在这么一个小集体社会当中，如果别人都懂的事情他不懂别人都在聊的内容他不知道，别的男生通过玩游戏来建立友谊，但是他融入不进去，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退一万步来说，他还必须要有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就是他最爱的游戏，所以不会去强制的管理他。所以呢，也不用谈手机色变，或者有一些觉得孩子实在是自觉性太差的，可以和他约定，就是说，比如说在周末这个时间段，你能完成作业的多少，那么你就是可以实现手机自由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么去来管理。最后一点就是还是讲到提前给孩子树立目标，包括他之后想读什么样的专业，读什么样的大学，去什么样的城市，多跟孩子沟通，多聊。他有了目标之后，才会有动力，才会有自主的动力虽然说话是这么说，我跟我的儿子从高一开始就在聊这个专业学校的问题，虽然他也到现在都还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咱们家长该做的沟通引导，一直都可以在，因为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在我去了解这些学校的过程当中，我去了解了某个学校啊，某一些专业，我都会跟他讲我的看法，潜移默化吧。有些孩子就是晚熟，没办法啊，我们只能去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这就是这个家长也说到，在最后我们家长在这个高中的最后，我们家长能做到的后勤工作，也就是跟他一起沟通的情况下，帮他去了解高校，选择高校，了解好我们应该做的填志愿的方式。多参加高招咨询，这样就只能这样做好我们的后勤工作，尽力的帮孩子选到一个心仪的专业和学校吧。